大家好，我是乔文杰，也是疯狂摄影计划软件巧摄的作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器材的测评视频了原因是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忙新版本刚刚把安卓的新功能给做好了，在开始做 iOS 版本之前呢，稍微有几天的空闲，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次滤镜的横向测评。但是滤镜的种类非常多，所以不可能在一个视频里面全部能够讲完。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挑选了大家用的最多的一种滤镜，就是82毫米的圆形滤镜来做一个测评。而这一次我挑选的全部是磁吸的类型的，而不是普通的裸口滤镜，因为磁吸滤镜在使用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都使用这种滤镜。而82毫米的滤镜呢，也是在所有的滤镜口径中间使用最多的，因为它的覆盖面是非常的广，除了特别的一些镜头没法用以外呢，大部分镜头都可以用82毫米的磁吸滤镜。那正是因为这一块市场特别大呢，所以各大厂家在这一款滤镜上面的发力也都很大，所以我看到很多优秀的产品。那这一次呢，我挑选了7款磁吸滤镜产品给大家来做一个测评。那这7款滤镜分别是：第一个是 Freewell 的 M2 磁吸系列，第二个是卡瑟的天眼炫彩系列，第三个是 Earth 的一个磁吸系列滤镜产品，第四个是 KF Concept， 也就是卓尔的磁吸滤镜，第五个是 Maven 的磁吸滤镜，那它也是有带彩色的边的。第六个是瑞丽龙的 Edge 系列，那这一款我拿到手的还是样品。最后一个呢是百洛的磁吸滤镜。那这里我也说一下声明，这7款滤镜中间呢，有3款是我自己在 Amazon 上买的，那另外4款呢是我问厂家要来测试的产品，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没有和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厂家签约做他们的代言，所以你们看到我的视频去买他们的产品，我也拿不到1分钱的回扣，这一点我要说清楚。同时这个视频本身也没有任何人支付我钱让我来做这个视频。我这一次会从7个方面对滤镜进行测评，这是7个方面我都列出来了。然后第一个呢，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重量和厚度这个当然是最简单的，那重量我直接拿到称就可以了。那这里我要讲一下我怎么测量这个重量那每一个呢它都有一个前盖，那我前盖的重量我就不考虑了，因为这是每个厚度都不太一样，而且对我们的实际使用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呢我把前盖去掉，然后会称这里面的每一个滤镜，每一个都是一套滤镜里面呢，然后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接环，这个是直接接到镜头上的，同时呢还有一个 CPL 或者叫偏振镜，然后还有3片的 ND 滤镜，分别是3档、6档和10档。那这是我这边所有的滤镜，除了Earth以外呢，其他的都是这样一个搭配所以我测的时候会把每一个滤镜都测一下它的重量，然后呢把这转接环和4个滤镜一起再测一下它的重量。那对于厚度这一块呢，我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测量方法，我不是直接测它整个的厚度，我使用的是这种游标卡尺，这样的精度呢就可以到达0.1毫米的这样一个级别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一个螺纹嘛，这个螺纹是直接领到镜头上的。我测量厚度的时候，我把螺纹去掉，因为这个螺纹会领到镜头里面，所以它实际上并不会增加这个转接环的厚度，所以我只测从螺纹之外到这个转接环的这个厚度，那这里测量的是 1.97 的样子。那然后呢，测量滤镜厚度的时候呢，我也不是这样直接去测量，而是我把滤镜装到转接环上，然后依然是从不包括螺纹这个地方开始，然后测到滤镜的最前方。然后呢，我把这一个数值减掉转接环的厚度，然后得到滤镜的厚度。那这个厚度才是我比较关心的。然后我会把4个滤镜叠在一起，再测量一次这个总的这个厚度，同样呢不包括这个螺纹，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数值。好，从这边的数值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7款滤镜中间最轻的一款呢就是百洛的这一款，它如果不包括盖子的话，只有非常轻的66克，这个重量还是非常厉害的，能够做到这样轻的一个滤镜，而且它的厚度呢也是非常薄的，总体加起来如果不算前盖，然后不算这个转接环呢，这个厚度它只有11毫米，也就是 1.1厘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非常薄的。所以呢，我最后给它的打分呢，这个是5分。剩下的这6款滤镜的重量都是在80到90克，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而从厚度看的话呢，这两款滤镜锐利龙和 Maven 这两款滤镜，它的厚度也是比较薄的，基本上和百洛的厚度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也给这两款滤镜呢打4分，而剩下的这4款滤镜呢，我都打3分。那这里我也花一点时间说明一下我打分的原则。这个打分的原则实际上是和上一次测量三脚架的时候的原则是一样的。那我会从7个方面进行测试，每一个方面呢，我都会打一个从1到5分的一个分数。如果是它3分呢，就表示这个产品在这个方面达到我们的预期。那如果是4分或者5分，就超过我们的预期，或者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那如果是5分的话，就表示它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那同样反过来呢，如果是2分的话呢，就表示它低于我们的预期；如果1分呢，就表示它的这一个方面的表现非常糟糕。一般来讲，如果说一个产品在某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的话，只有1分呢，就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不推荐这一款产品，所以我一般打1分的时候会比较慎重一点。好，下面我们来测试第2个方面就是它的边框识别。那为什么滤镜的边框识别特别重要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那这里手上的一款是卓尔的滤镜。它一共有4片滤镜，我们可以是看一圈看下来，你能看出每一片是哪一个类型的滤镜吗？看不出来，因为它的侧面没有任何标志。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人喜欢把滤镜放在滤镜包里面，所以滤镜包打开的时候就是看到的是个侧面。所以如果说这个看不出来是哪一个滤镜的话，你想用某一个滤镜，你就得一个一个拿出来必须拿出来看它的前方，看它是什么类型的滤镜才行。那这样呢就非常的不方便，尤其我们在外拍的时候，经常是争分夺秒的情况。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一目了然，就能知道是什么滤镜的类型。所以呢，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厂家是这方面怎么做的。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锐利龙这一款，从这里呢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这个是转接环我们放到一边。那最下面一个是个波浪线，那这个波浪线我们可以想象成是水。如果拍水面的话，我们经常要去掉这个水面上的反光嘛。那这时候呢是什么滤镜呢？当然，那这就是偏振镜，所以在这边就能看到是偏振镜。下面3个滤镜呢，分别都是 ND 滤镜那如果是3档的 ND 滤镜，它就画了3个长方形；如果是6档呢，就是6个长方形；如果10档呢，就10个长方形。所以一目了然，而且呢，它除了在这里印了以外呢，在每隔120度还印了一个这边还有一个，一共3个。所以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都能够知道每一个滤镜都是什么。这个呢设计呢就非常的好，我也非常喜欢。那么还有别的方法吗？当然也有。Maven 呢也采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的颜色。蓝色呢代表的是偏振镜，因为蓝色是蓝天嘛，所以就是偏振镜，也容易理解。然后剩下这个颜色就稍微有点难理解了，分别是红色、紫色和金色。那 Maven 自己也做了解释，比如说他说这个3档呢主要是录像用的，所以录像的这个按钮是红色，所以他就用红色。那这个说实话我是觉得有点牵强但是呢他也做了另外一个设计，就是在边框除了颜色之外呢，它还做了一些凹槽。那如果是连续的3个凹槽，那就代表它是3档的滤镜。那如果连续的6个呢，就是6档；连续的10个就是10档。当然我们不会去数它了，所以大概一看就知道它大概是几档。所以这一款滤镜呢，也能够非常容易的识别出来。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滤镜的一些设计那比如说像卡瑟这一款，它也用了彩色的一个设计，它在这个偏振镜呢用的是银色，那这个也容易理解嘛。但是其他3个颜色呢，同样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它的蓝色呢代表的是3档，然后红色代表6档，青色代表10档。那这个如何去理解呢？我就觉得有点勉强了。而且它没有做像 Maven 这样的一个凹槽，所以这一圈看过来呢没有任何区别，除了颜色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去记住每个颜色对应什么。当然呢，如果就是4片滤镜，你记住应该也不是特别的难。但是如果滤镜多了，记住每一个滤镜什么类型就有点困难了。所以它的设计呢可以，但是呢没有 Maven 的好。我们再来看看 Freewell 这一款，它也做了同样的考虑，在这个侧面呢有字这一个 CPR 就写的干脆直接写字，那这当然是非常一目了然了3档呢，它写的是 ND8 然后杠号3档，它这样写的，然后是 ND64 杠号6。表示6档，然后 ND1000 杠号10就表示是10档。同样呢，它也考虑在各个方向都做了在这边有一个，在这里有一个，是每隔90度一个，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所以它做了3个。然后在最后一个方向呢，它就写了它自己的 logo 了这个设计其实我觉得不好，因为如果我碰巧是这样把滤镜取出来的话，我看不出来这个滤镜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要刚好其他3个方向都可以，就唯一的这个方向不行。
其实它还不如每120度就印个它的标记。然后如果实在想印它的 logo 的话呢，在2个标记中间印一下就好了，而不要单独的占了一个方向。那这样的设计不好。另外一个它的设计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字 ND 几，它用的是一个反过来的反转颜色的一个字，然后中间还有一些乱七八糟别的一些符号，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直接，所以我经常拿出来的时候，我眼睛看半天才能看出哦，这是哪一个滤镜。尤其是摄影师岁数逐渐大了之后呢，还会老花，那看这个就会非常的吃力了。所以呢，我相比之下，我会觉得这个瑞丽龙的这一款以及 Maven 的这一款呢，它们的标示呢更加清晰易懂啊，这是我对 Freeworld 这一款的评价。那剩下的这几款呢，我们来先看看 Earth 这一款啊。那每一个滤镜呢，侧面也有标识，但是呢，它只标示了一次。所以如果我从这几个方向拿出来的话，我还是不知道，我要转的直到这个字出现，我才能看到它是什么类型的滤镜。所以呢，它这个设计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它这个滤镜在前方干脆就没有任何标识，就写了 Earth 82，表示82米，然后这个2是 Air，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有一个吸铁石的这个标志，那就这4个，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不在这里写一个滤镜的类型呢？我就有点不太懂了啊。那这是它的这个设计。那么 KF 和百洛这2款呢，整个侧面都没有标志，所以如果想知道类型呢，必须要打开前盖看这前面的标志才行。综上所述呢，其实非常明显啊。这2款滤镜，瑞丽龙和 Maven 呢，我给他们5分。它虽然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示滤镜的类型，我觉得都挺不错的。这2款滤镜呢，也试图用文字或者是用颜色来表示，但是它的做法呢就没有 Maven 和瑞丽龙好，所以呢，这2款我给它4分。那剩下这3款呢，要么就是标识不够，要么就是干脆不标识，所以呢，我都统一的给他们3分。下面我们来进行第3部分，也就是磁吸力的测试。对于这些磁吸滤镜来说呢，磁吸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早期的磁吸滤镜虽然大家觉得使用方便，但是也经常被人诟病，主要就是因为它们的磁吸力不够。你说滤镜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掉在地上摔坏了，那这个肯定会让人有点不舒服。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7款滤镜的磁吸力如何。为了能够比较精确的测量出磁吸力呢，我特意购入了这样一个拉力计。这里呢有一个 Peak 按钮，意思就是说峰值。那我们按了它以后呢，它就会把这一次记录的最大的值给记下来。那这刚好是我这次测量需要的功能。好，这里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就以 Freewell 这一款为例。测量的时候，我先弄了这样一个吸盘，这个吸盘我把它吸附到滤镜的边缘。为什么不吸附到中间呢？因为我每次测量的时候不能保证刚好是正中间。那如果我在吸的时候吸偏了呢，对那个滤镜就有点不公平。而吸边缘，因为我可以看到这个吸盘的边缘刚好贴着滤镜环的边缘，这样很容易保证每一次测量都是一致的。然后在拉之前呢，我会清个零，然后我去慢慢的去拉它，我不是很快的去拽，而是慢慢去拽，直到这个滤镜脱落。好，那这时候测量的呢就是 6.21， 然后我会把滤镜这样去转个120度，再测量一次。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磁吸环的吸力不是很均匀。然后呢，这时候我并不清零，而是慢慢去拉它。这时候稍微大了一点，变成 6.74 了。然后呢，我再转120度，也就是每一次呢我都会测3次，然后取中间的最大值。你看这个就是 6.74， 就是它最后的结果。那这一个呢是偏振镜，然后呢我会把这个3款 ND 滤镜分别都测一次，所以一共得到4个值，然后取一个平均，就作为它的滤镜和转接环之间的吸力的一个最终值。然后我会做第2个测试，就是加一个滤镜，然后再加一片滤镜，然后呢我再去拉它，这样得到的一个值呢就是滤镜和滤镜之间的一个拉力值。当然，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测试还不够，我还做了一个拉力顺序的一个测试。那怎么去看这个呢？我会用手去抠这个镜头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应该是哪一个被抠下来？显然应该是滤镜盖被抠下来，对吧？因为如果我想去抠滤镜的话，我直接手抓着滤镜去抠就好了。那既然我现在手只抠着滤镜盖，那显然就是滤镜盖被抠下来。而这个实际上有非常好的一个实际的意义的。外拍的时候呢，我们会放那个镜头盖，然后现在开始拍了。那这个时候我很有可能是拿着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拿着滤镜，或者是拿着三脚架，然后呢这一个手呢去抠它。那我这时候抠它，显然是我要开始拍了，我当然是希望盖子被打开。
那么我举一个这方面做的不好的例子，就是这个 Maven 这个滤镜啊。你看，如果我现在去取它的镜头盖，大家看看会发生什么？你看，滤镜和转接环之间脱落开来了。那这个就不是我想要的。那如果想只取盖子呢，我就必须手抠着这个滤镜，然后去抓它，那这样就麻烦很多。这是第一点，就是盖子要被取下来。然后呢，我会一个一个去取这些滤镜，要保证它可以按照顺序取下来。你看，我现在我一抠就下来一个，再一抠下来第二个，再一抠下来第三个。那这个 Freewell 这一款顺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滤镜都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一个情况不对的例子，比如说卡瑟这一款，我现在呢去取镜头盖，结果呢 ND 滤镜和 CP2 之间脱落开来，也就这两个之间的吸力特别弱，那我没办法，我只能手抓着它去，我只能这样去扣它那下面呢，我再去取第一片滤镜，可以再取第二片滤镜就不行了。你看，这时候两个滤镜一起被带下来了，所以我会把整个的顺序都给测一遍，然后只要顺序不对呢，我就会给它扣1分。这里我也给大家举一个拉力不是特别好的例子，就是 Drawer 这一款。然后呢，我清零，我现在开始拉力测试。你看最后的结果是 3.5， 那这个拉力呢就比较小。那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其实你也能感觉到这个的吸力呢就不是特别的强。那到底什么样一个吸力会比较强，什么样一个吸力会比较弱，和这个拉力值的这个单位是牛顿嘛？那和这个拉力值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实际做了一个测试也就是说我要开始甩滤镜了，但不过呢，我不会去甩这个镜头，因为镜头里面都有稳定器嘛，稳定器是个活动的零件，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把滤镜放到镜头上，然后去甩这个镜头。所以我就找了 HY 的这样一个 Revolve Ring， 而它这里呢正好有一个82毫米的螺口，我就把这个转接环先接到这个螺口上面，然后呢，我把这个滤镜吸上去，保证是吸好了，然后我就这样进行甩。你看就甩下来了，所以这说明3点几的这个拉力值呢，实际上是不可靠的一个拉力值。那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吸力比较大的滤镜的情况。那比如说像瑞丽龙的这一款，这一款的拉力呢可以到8以上，所以我们来看看8以上的这个拉力值的，在这个甩的这个测试的表现情况。那这是一个 CP2 滤镜放上去，好。可以看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呢我再叠加一片会怎么样？没有问题那我们再叠加一片，这是3片了。3片掉下来了。这边我每一个滤镜我都测试了，大部分滤镜在2片的情况下都会掉下来，瑞丽龙的3片才掉下来，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拉力值在4以下我们就认为不好，在4以上呢我们就认为是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屏幕上出现的这个图，在这里面呢，前4行就是分别我对每一个滤镜和转接环之间的一个拉力测试，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得到的就是第5行的这个数值。然后第6行呢是 CP2 和 ND8 之间，也就是滤镜和滤镜之间的一个拉力测试。第7行的这个打分标准呢，就是滤镜和转接环之间的值必须大于4，满足条件我们就给它2分，因为大部分情况我们都是转接环接一个滤镜，然后开始使用。这个情况呢是最重要的一个使用场景，因此我们给它2分。那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是滤镜和滤镜之间，还是滤镜和转接环之间，我们都要保证它大于4。那只要这2个值有任何一个小于4呢，我们就会给它扣1分。下面一个测试呢，就是这个盖子是不是被第一个取下来，然后再后面测试就是每一个滤镜是不是可以按照顺序一个个的取下来。那最后呢，结果呢就出来了。Freewell 和瑞丽龙这2款滤镜呢通过了所有的测试，所以他们呢拿到了5分。那么这里面没有4分的滤镜，3分呢有3个，分别是卡瑟、Maven 和白鹭这3款，但是他们的10分情况不完全一样，大家可以从上面的图表就可以看出来。最后2名呢就是 Earth 和 Drawer 这2款滤镜，那么这2款滤镜分别是得到2分和1分，而 Drawer 这一款滤镜呢，除了这个盖子被取下来这一个测试过以外，其他的测试都没有通过，所以呢它只拿到了1分。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暗角。暗角测试对于所有的磁吸滤镜来说都是一个弱项，主要是因为呢它们多了这样一个转接环。
如果说我们把滤镜取下来，直接放到这个广角镜头，哪怕是像这个索尼的1635的广角镜头，放到16端，就这样去用它，其实都不会出现任何暗角。但是呢，如果我在这里先加一个转接环，再加一个滤镜，那这时候滤镜实际上就是往前推了一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广角的视野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一个大的视野，这个视线呢，有可能就被这个滤镜的边框或者是被滤镜的压环给挡住，导致边缘出现暗角。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啊。那有没有可能让滤镜跟镜头离得更近，这样完全避免暗角呢？是有可能的。这时候就得说卡瑟设计的一个附件，他们称之为类接环，实际上是一个磁石做的类接环。那这个类接环可以直接拧到镜头的里，这个镜头这边呢有一个82毫米的螺纹，这个类接环呢可以拧到里面，所以呢叫类接环。它还配了这样一个工具，可以用这个工具去拧它，但是实际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发现用手这样去转，其实就能够把它转进去。你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滤镜直接吸到上面去。但是吸了之后，你还可以再转一下，让这个滤镜呢可以到最深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呢，就完美的吸好了。如果你到16端去看呢，是没有任何暗角。那这时候呢就有意思了，因为一旦把这个类接环放到镜头里面，这个镜头就变成了一个磁吸镜头了。那不仅仅是卡瑟的滤镜可以使用，那其他的滤镜，比如说像这边 Freewell 的这一款滤镜，也可以完美的使用，而且呢也没有暗角出现了。那 Freewell 和卡瑟毕竟这两款的尺寸基本上一样嘛，它可以用没有问题。那我如果拿这一边的滤镜去试呢，比如说瑞丽龙这一款，这几款滤镜的外径呢，实际上比卡瑟和 Freewell 要大一点，但是能不能使用呢？其实也可以使用，但是这时候呢，稍微觉得有点不稳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把这个转接环往外转一点点，然后再去吸，你看这时候就非常稳的吸好了所以呢，这几款滤镜也可以使用。那这时候呢，就稍微让我有那么一点点为难了，因为如果我让所有的滤镜都用卡瑟的内接环的话呢，它们都没有暗角，都可以拿5分。这样呢就有点不公平，而且呢我就没法做这个评测了，因为他们所有的一个镜片都没有暗角。不过其实我更想测出来滤镜本身的暗角情况，所以呢我后来决定呢还是使用他们各自的转接环加滤镜来进行暗角的测试。好，下面我们就到 Lightroom 里面来看一看我是怎么做这个暗角的测试。那首先呢我会拍一张照片就是说明这是哪一个滤镜。然后这是一张呢，仅仅是放了这一款滤镜的转接环拍的照片。这一张呢是放了 CPL 滤镜所出现的暗角，可以明显的看到边上变黑了。为了能够测量出暗角有多少呢，我在这一个地方呢，我做了一个相当于一个裁剪吧。我就通过裁剪，我来让这个出现的画面保证都没有暗角。换句话讲呢，这个裁剪出来的这个画面呢，也就是我们可用的像素。那这样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总的像素的百分比，因为我们在这个模块呢，就可以看到这边有裁剪之后的像素。我们把这个数据输入到我的一个表格里面去，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总的数据，然后呢我们得到一个百分比，用100%一减就可以了，也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暗角的百分比。那这个呢是作为我判断的一个参数。当然了，这不只是唯一的参数。然后这一张照片呢，是使用的是 ND 滤拍摄产生的暗角。然后这个呢，我是拿到2个滤镜，就是 CPL 加 ND 滤镜，我拍了一张。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暗角是非常的严重了。然后我就为了好玩的，我又拍了一张，这是3片滤镜叠加以后得到的暗角情况，非常严重的了。好，那么下面呢，像这一张呢，就是看不清楚，但这一款是2次的滤镜，这是一张仅有磁吸环的。这一张是用的 CPL 滤镜，这一张呢用的是 ND 滤镜，但这一张是经过裁剪的。裁剪之前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是2个滤镜，这是3个滤镜。好，那这边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一个呢就是我通过这种裁剪的方式来获得可用的像素，来反推出来暗角的大小。那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可行的，不过呢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这里面的一个随机性很大，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方法可以判断出来什么时候这个暗角就没有了。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测试，大家可以看我在这边过滤一下。比如说，我就选择3星的，所有的3星的，然后是红色标签。那这前面我已经设好了，这里的所有的这个图片呢都是没有经过裁剪的一个。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按照我的自定义的一个顺序来定义好。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那第一个呢，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是 Maven 的这个滤镜，那这是这一款滤镜出现的暗角的情况。那我们往后动一个，大家注意看它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暗角稍微小那么一点点，这是第2个滤镜，就是 Freewell 这一款滤镜。然后第3个呢又变小了一点，但是这一个变化呢比较大。那第3个是卓尔这一款滤镜，第4个是瑞丽龙，第5个是 Earth， 第6个是卡瑟，第7个是白洛啊，可以看到白洛和卡瑟之间也有一个跳跃，所以在这一边呢，虽然我没法知道每一个暗角具体的大小，但是呢，我可以清楚的得到一个排名，就是相比之下呢 ，Maven 和 Freewell 这2款比较大，然后中间呢几款其实都差不多，然后白洛呢稍微更好那么一点点。同样呢，我对 CPL 也做了一个对比，就把它改成2星的就可以了。那这都是 CPL 滤镜。那在 CPL 里面呢， Freewell 这一款是最多的，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这是 Maven 的，这一款呢是瑞丽龙的，然后卡瑟，然后 Earth， 然后白洛，然后是卓尔。这个呢是 CPL 滤镜的暗角排名，所以通过这2个排名，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了，就是相比之下呢 ，Freewell 和 Maven 这2款的暗角稍微差一点，其他几款其实都差不多。这也是我最后打分的一个标准。不过除此之外呢，我还做了另外一个测试，就是我用其他的转接环来接滤镜。那比如说我试了2个例子，第一个呢，我用白洛的转接环接瑞丽龙的滤镜，最后得到的结果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一张就是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这是瑞丽龙加白洛的转接环，而这一张是白洛自己的滤镜加自己的转接环，明显的看到暗角更好了。而这最后一个呢是 Maven 的滤镜加卓尔的转接环，这一款是 Maven 自己的滤镜和自己的转接环，这是用卓尔的转接环，也明显的改善。所以呢，这个转接环本身对我们的影响也挺大的。好，那现在呢，这个测试的结果就出来了。不管是从这个按照顺序的排名，以及从这边看到的一些可用像素的数据呢，都说明了 Freewell 和 Maven 这2款滤镜的暗角稍微严重一点，而其他5款滤镜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白洛呢，可能在 ND 滤镜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到了 CPL 呢，其实也有差不多的暗角。所以呢，从这边我给它打分的情况是 Maven 和 Freewell 这2款滤镜呢，给他们3分。尽管他们暗角比较多，但是也基本上是满足我的预期的。而剩下的滤镜呢，我们都给它4分。但是我们得考虑到卡瑟的这个类接环，因为这个类接环的发明呢，那这边所有滤镜的暗角情况都有了改善。因此呢，我最后决定还是给卡瑟加了1分，让它变成5分。而其他的滤镜打分呢维持不变。当然了，因为我们使用类接环，磁吸力会有变化，所以呢，我又对这边所有的滤镜接这个内接环呢做了一个磁吸力的测试。所以大家在这一行呢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卡瑟和 Freewell 这2款呢，因为它的大小更合适嘛，所以这2款滤镜的磁吸力是非常大的。瑞丽龙和白洛这2款滤镜，因为它本身滤镜的磁吸力就很强，所以呢，比使用它们本身的转接环的吸力要弱，但是基本上也可以满足我们使用的需求了。而 Maven、卓尔和Earth这3款滤镜的磁吸力就非常的弱，基本上就是那种一碰就掉的感觉。其实我不是很建议这3款滤镜使用这个类接环，而其他剩下这4款呢是可以使用的。第5个方面呢，就是它的兼容性。那这个兼容性我会从多个方面来测量它和不同的系统的兼容性。第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兼容性呢，就是它和裸口滤镜的兼容。那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裸口滤镜，那这个裸口滤镜直接可以拧到这个镜头上面。当然，因为裸口滤镜使用不是特别方便，安装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才会用这个磁吸的滤镜。那在磁吸滤镜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会把这个转接环直接转上去，这是一个磁吸环，直接拧到镜头上去。然后呢，就会用这样一个普通的镜头盖，或者说我们用它的这个磁吸的这个镜头盖来盖上去就可以了。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把盖子取下来，直接安装这个磁吸滤镜就可以开始拍了。那这是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个场景。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用某一栋滤镜，那我这边没有磁吸滤镜，我就只能去用以前的这种裸口滤镜。那这个裸口滤镜能不能直接转到这个转接环上去就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这个不能直接安装上去呢，我就必须先把这个转接环取下来，然后再安装这个滤镜。那这样是不是就有一点麻烦？这就引入了第一个兼容性的问题，就是这个转接环或者说这个滤镜的前方能不能跟普通的裸口滤镜兼容。那么我这边拿的 Freewell 这一款呢是兼容的，所以你看这个我就可以直接连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这里吸附了一个滤镜，我还可以直接找到上面就可以使用了。所以呢，在这一点兼容性上呢 ，Freewell 就可以拿1分，而卡瑟这一款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所以目前这7款滤镜呢，只有 Freewell 和卡瑟是兼容裸口滤镜的。第二个呢，兼容性的问题呢，就是滤镜和转接环之间是不是能够非常平滑的吸附上去？这边一个不好的例子就是 Draw 这一款，那大家可以在这明显能看到，我现在就这样一放，就自然而然的这样往上一吸附，你可以发现这里还有个缝隙，我要拨一下才能吸附好进去。因为我们在外拍的时候，经常就是手一放就不管了。那如果说没有完全吸上去呢，你在使用过程中就可能因为碰撞而导致脱落，把滤镜摔坏，这个情况肯定是要被扣分的啊。除了这个以外呢 ，Earth 这一款滤镜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这2款滤镜在这个兼容性测试呢就没有通过。第3个测试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转接环安装的基础上，能不能使用这个原装的镜头盖。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可以过。那这边测试的结果呢，这边所有的转接环是都可以使用镜头盖的。第4个测试呢，就是是不是兼容原装的镜头罩。因为我们使用82毫米的镜头，我们依然使用82毫米滤镜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这样会有暗角出现的，但是它可以兼容原装的镜头盖和原装的遮光罩。如果不考虑这个兼容问题，我完全可以82毫米的镜头，然后用一个86或者是95毫米的滤镜，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暗角的问题了。不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使用遮光罩，但这一款那是依然可以使用的。所以这边测试下来，这边也是同样7款滤镜呢都兼容啊。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得说第5个兼容的测试了。第5个兼容的测试就是我希望这些磁吸滤镜可以被当作裸口滤镜来使用。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明明我们选择磁吸滤镜就是为了它方便嘛，对吧？那为什么还要当做裸口滤镜来使用呢？我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这样一个滤镜为例啊，在前面的暗角测试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指出了，之所以有暗角呢，就是因为多了一个转接环。那么如果说我这个滤镜可以当做裸口滤镜来使用的话，我可以直接放到广角镜头的前面。那这样呢就没有暗角了。换句话说，我的确牺牲了磁吸滤镜的方便性，但是呢，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没有暗角了。那个别情况下，我还是乐意去做这样的牺牲，然后换取没有暗角的。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如果说滤镜本身带裸口的话呢，我有些滤镜我可以长期的安装在这个镜头前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会进一步的去吸附其他的滤镜。那换句话讲，这里面的任何一片滤镜本身就是转接环。比如说你朋友想问你借一个滤镜使用，结果你是磁吸滤镜，你为了让他能够使用磁吸滤镜，你必须把转接环也给他，然后再使用磁吸滤镜。那如果这个本身也能当裸口滤镜使用，它直接顶到它的镜头上就可以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滤镜已经这样做了，就是Earth的这一款，它的 UV 滤镜实际上就是这样设计的。你看这个 UV 滤镜本身就带裸口，我们可以直接领上去。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加一个磁吸滤镜，所以实际上这个滤镜本身就是一个转接环。Earth这一款只有 UV 滤镜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以前也用过蓝道的滤镜，它的磁吸滤镜也是这样设计的，就是 UV 那一款和其他滤镜不一样，采用的是裸口，而我更希望的是这边所有的滤镜都采用这样的设计。所以我做这个之前我也做了一下研究，后来发现只有正在众筹的 HY 的 EVO 系列，也就是做这个 Revolve 的这一个厂家，它的正在众筹的 EVO 系列呢就支持这个功能。不过我目前还没有拿到样品，所以等拿到样品了以后，我也会做测试，然后做一个补充的视频。这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想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呢，第5个测试这边滤镜都没有通过。兼容性这一块最后的结果就出来了。Freewell 和卡瑟呢，他们两个都是兼容裸口滤镜，其他方面也都是兼容的。所以这2款滤镜呢得了4分，唯一扣的1分就是它不能单独裸口滤镜的使用。然后 Maven、瑞丽龙和百洛这3款滤镜呢都是3分。而 Draw 和 Earth 这2款滤镜呢，因为它使用的时候会有无法一次到位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各被扣掉了1分。所以这2款滤镜呢是2分。第6个方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ND 滤镜的质量，包括有2个方面我需要测试。第一个呢，就是它会不会造成白平衡的偏差。那既然是 ND 嘛，就是中性灰，那显然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加了滤镜之后，不应该让白平衡产生任何变化。但实际测试过程中呢，会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变化。但是这些滤镜其实比我早期使用的 Lee 的 Big Stopper， 也就是一个10档的滤镜要好的太多了。那个滤镜使用起来就明显的看到这个画面变蓝色了。那这些滤镜我在使用过程中实际上
上肉眼几乎都看不出来是什么区别。那第二个我要测试的项目就是 ND 滤镜，他们说3档、6档、10档，那这个标数是否准确？那像巧胜里面就有 ND 滤镜计算过，那我们是根据这个滤镜的档数来进行计算的。那如果这些滤镜的本身档数有误差呢，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也会导致误差，最后就可能导致曝光不正确。所以下面我们就回到 Lightroom 里面来看一看我对这2个方面的测试情况。那每一款滤镜呢，我都在我身后的这个墙上呢进行拍摄，在上面呢我加了一个标签，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滤镜了。然后第2张呢用的是 CPL， 第3张用的 ND8， 第4张是 ND64， 第5张是 ND1000。因为这里面都有一些色块嘛，这些色块都是标准，所以呢我就到这个开发模块里面，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吸管去吸取这一个色块，来获得一个纠正后的白平衡。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你看可以最后的结果是5000，然后呢色调是加13。如果用了 ND8 呢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再吸一次，同样吸这个色块，这边会有少许的变化，因为我感觉这个吸管吸的最小误差差不多就是50，那所以说我觉得在100之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会做几次，然后做一次你它最好的结果作为它最后的结果。你现在的最好的结果就是5000，然后加8，然后会把这2个数据呢输入到我的表格里面，就知道它之间的差值是多少了。那么这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2个数值我要把它合并成一个数值，怎么合并的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色调的这个偏差呢是从正150到负的150，也就是它的区间呢是300，而这个色温呢是从2000一直到了5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见的色温的区间是从2000到8000之间，所以最后呢色温我用的是6000作为它的一个区间，然后色调呢用的是300，那这样之间差了一个20，所以呢我最后得到总的一个差值呢就是色温的差值加上色调的差值乘以20。关于这个档数我又是怎么测试呢？这时候我又利用了索尼相机自带的一个参数，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 Brightness Value 的一个参数，那在这儿。那这 Brightness Value 呢，我实际测试了一下，我后来发现呢，和我的曝光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系，不管我这边曝光怎么改，它的 Brightness Value 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 value 实际上就是环境光的一个亮度，所以呢，这边呢就是 5.59。那如果说加了3档的 ND 滤镜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亮度值变成了 2.6 了，从 5.59 到 2.6，我们可以算出之间差多少档，那这个档数就应该是3。那如果这时候用的是6档的 ND 滤镜呢，那这时候的 Brightness Value 呢是负的 0.37， 所以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差值计算，就能算出对应的档数是多少。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总体来讲，这些滤镜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也意识到滤镜这一块现在真的很卷了，挺感慨这个滤镜的质量比以前好的太多了。这里面有4个滤镜呢得到5分，分别是 Freewell、卡瑟、多尔和瑞丽龙这4款滤镜。他们不管是 ND 滤镜的档数以及白平衡表现都非常不错，所以呢，他们拿到了5分。那有2款滤镜是4分，分别是 Maven 和百洛。那这2款滤镜仅仅是在 ND 的档数方面稍微做了有一点点误差。最后一个只有唯一的一个3分呢，就是24这一款滤镜，它的主要问题是在 ND 的10档滤镜，它测出来实际上几乎有11档了。到了最后一个方面了，就是它的价格。那价格这一块呢，稍微有点难搞。这边有的滤镜呢，只在国外可以买到，比如说像 Maven 这一款有的滤镜国内国外的价格还不一致，所以就有一点让我无可适从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稍微简单一点，我就设一个区间吧。那这边的一套滤镜，我个人认为，如果说2000块钱可以拿到手，我觉得是个可以接受的价格。它的价格如果是在2000块钱左右呢，我就给它3分。那如果是在1500左右呢，我就给它4分。那如果是在1000以下，我就给它5分。在这里面我查到的价格最便宜的是百洛的，差不多700多就可以把一套拿下来，所以呢这个是妥妥的5分。然后其次就是 Freewell 这一款也是在1000以下，所以这个也是5分。剩下的4分的2款呢，分别是瑞丽龙和卓尔这2款滤镜，差不多在1200、1300左右呢，可以拿下一套4片滤镜。稍微提一下瑞丽龙这一款，瑞丽龙这一款我手上这个呢还是他们的样品，它没有正式的开始卖。不过呢，瑞丽龙是马小璐品牌下面的一个子品牌，所以马小璐现在正在卖这个滤镜，它只是把这个名字改成马小璐了，实际上就是瑞丽龙的滤镜。他们目前的价格就差不多是1300左右，将来瑞丽龙的价格应该也和马小璐的价格差不多。最后2款比较贵的呢，就是卡瑟和 Maven。
卡瑟这款滤镜刚刚推出的时候，因为要促销嘛，所以是1800可以把这一套拿下来。但是现在我后来问了一下，价格已经涨到了2000多一点了，所以这一款滤镜呢稍微比其他滤镜要贵一点。那另外一个稍微比较贵的就是 Maven 这一款滤镜，这一款滤镜如果我亚马逊上买的话，差不多599美元啊，这个价格我觉得好贵啊。这样算下来就是6742，差不多4200人民币。不过他们正在众筹第2代，我看了一下价格是。好像是275可以拿5片滤镜，这样算下来呢，差不多2000块钱。所以我姑且呢就给 Maven 和卡瑟这2款都打个3分。大家知道呢，这个价格出入有可能会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就好了。好，那现在所有7个方面我们都测好了，我们最后来看一看他们的得分以及排名情况。7个方面，如果我们全部按照1的权重，也就是说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均等的去考虑，那么最后的排名的结果呢，第1名是瑞丽龙的，而第2名呢是 Freewell， 而卡瑟和百诺呢并列第3名。当然，我这个测评体系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对每个方面进行权重的调节。那首先我想改的就是，我想把价格改为0。这个的考虑就是因为我前面也讲了，因为这个价格好像出入很大。如果把价格去掉的话，我们就考虑的是产品本身，就完全不考虑价格。那这时候的排名的结果呢，瑞丽龙依然是第1名，而卡瑟和 Freewell 这2款滤镜呢并列第2。那另外一个我想把它改为0的权重是重量和厚度，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滤镜的便携性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不管是从厚度还是重量，它们俩差别其实都不大，基本上可以忽略，所以我们把它改为0，也就是不考虑重量和厚度。那最后的排名其实还是一样的，依然是瑞丽龙第1， Freewell 和卡瑟呢并列第2。那么后面呢，我想再改2个地方，就分别是滤镜的种类识别，我想把它增加变成2，也就是说我对这个还是比较看重的。第2个呢，我对磁吸力也比较看重，所以呢，我把这2个变成2。那最后的排名呢，瑞丽龙第1， Freewell 第2，和卡瑟第3，前3甲还是比较稳定的。这3款滤镜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3款滤镜。大家如果现在还在看这个视频的话，非常感谢，因为这个视频真的有点长。我也是为了能够比较全面的把滤镜测试出来，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测评的体系，这样大家如果有新的滤镜，可以按照我同样的这个体系进行测评，就可以互相比较了。好，那么这次的7款持续滤镜的衡量测评呢，就做到这就结束了。滤镜的种类其实很多啊，后面有机会我可能还会做一些其他滤镜类型的测试，比如说我们想用 GND， 那就得用泛型滤镜，或者是一些滤镜的系统，包括遮光罩，或者说想叠加多片滤镜的情况，特别的特殊的滤镜，比如说 VND 啊，或者就调试很多星空用户嘛，新兴的柔焦的滤镜的使用，或者是光污染滤镜，对于一些灯泡头还有后置滤镜，这些滤镜的类型呢，后面有机会我也会单独的来做一些测试的视频。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